黄国昌跳出来说，内政部是替全顾护航，为了郑文灿呢，这个案子呢大开绿灯，他说呢，这个内政部呢，虽然说我没有帮郑文灿变更华雅的农地，但是呢，他说内政部是想掩饰过去干的丑事。中央如果没有人配合，郑文灿一个人可以办到吗？怎么可能？那另外呢，这个内政部说，我们当时是同意他申请，不是同意他变更啊，这不一样啊。同意来申请来申请，他有陈情嘛，同意来申请，没有同意他变更。那黄国昌秀记录来打脸，说内政部早就驳回了，马英九时代就驳回了，而他们又把它重启。那为什么要重启呢？我们看一下，变更扩大林口特定园区细部计划，依照内政部107年2月22号内授营都至107001402号函办理，上面交办。内政部就跟着办，我哪一句话说错了？黄国昌在轰郑文灿抢土地案，上次点名行政院，这回要内政部出来打球。就你们内政部开绿灯，帮郑文灿收完钱以后办事，而且还顺利把事情办成功的，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交办的这么明确的事实，还有什么好遮掩的？这说的就是郑文灿疑似收贿，想要推动农地变更。黄国昌质疑这案2014年内政部就因为种种原因已经驳回申请，怎么在郑文灿介入后，一路从中央到内政部狂开绿灯？2014年就被打枪的东西再提啊，结果现在卷土重来。从9.12公顷扩充成50公顷。对此，内政部回应，相关案件还在了解当中。昔日前景一片看好，如今陷入涉贪案，就连过去拜把兄弟也把往事全摊出来。永平怎么回事？就是土地变更案，我先来解释一下程序啦哈。土地变更案呢，通常要不然就是市政府认为有需要自己去发动，可是政府发动的，它一定是叫拨来，一定是走区段征收什么什么的，然后它有一套很完整的规划然后那个规划一步一步的送审。可是他这个案子很简单，光在市政府的时候，其实他就很难通过，就是郑文灿还没有去做市长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那个地主要求的部分呢，它涉及了除了农地以外，它还有墓地、坟墓。墓地最麻烦，因为你动的是很多人的祖坟呐，不是你这几个拥有产权的人而已嘛，所以你一定要跟地方协调。所以政府一般而言，我讲的是地方政府是不会跟你碰坟墓地的啦。好，那当时经过了施压我先讲。2014年呢，当时曾经有过想要把那个块地扩大的时候，其实送去内政部的时候，2014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就已经连政府的区段征收都没有通过，就把它这个否定了，就变成了是一个死案。那你通常死案就政府的行政，尤其是你送中央政府已经没过了，就市政府来讲，这些案子就没有了啊。所以你今天你说我有厂商需求，我有什么，你可能要另寻土地或另辟蹊径嘛。结果郑文灿呢，现在的争议就是说他因为收受贿赂，所以让这个死案又复活。那死案复活了以后，他爱退让板代机，他就是不是他自己的权限可以做的，他还需要从中央去让死案复活嘛。那现在黄国昌就在质疑的你如果朝中没有人，你凭什么让死案复活？简单讲啦郑文灿在做桃园市长的时候，其实还有2年是马英九在中央执政他那2年他为什么没有发动？为什么等到了蔡英文坐上那个位置的时候才发动？因为他跟蔡英文才有管道嘛。然后呢，蔡英文那个很火速2018年12月份呢，这个廖俊松马上到总统府去澄清，立刻没隔2-3天，总统府秘书长就发文说总统非常关切这个案子。然后呢，立刻同一个月又12月甚至大家可以去查，好像中间隔不到1个礼拜10天，行政院又去弄，然后当时的秘书长卓荣泰又发函说，很重视这个案子，马上死案就变活案，他又可以进入内政部的委员会。好，那现在的
问号就在于说，进入内政部的委员会是护航的人不够力，委员会没有开绿灯呢，还是像龙介兄讲的，这个当时的行政院长赖清德挡下来？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后来事情的发展，认为被赖清德挡下来的机会很大，甚至是不是因为赖清德知道了这个事情，起心动念，他在第一次蔡英文要选连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可以跟他挑战，我们这些事情都未可知。可是就程序来讲，光死案变活案这件事情就有猫腻。然后呢，你不走区段征收政府的教保来，你要用自地重划。他那个牵涉到坟墓地，如果一路给他开绿灯，委员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就是那一些地，就是原来坟墓不愿意迁祖坟的人，他就会被政府压迫。这个就很像当时民进党拼命在那边骂当年的那个苗栗县长刘正宏，他不是为了那个开一个马路去叫一个药房迁走嘛？民进党不是把他骂到这个祖宗八代什么的，把他抹黑成什么样子？你弄人家祖坟，到时候如果从上面压下来，就是这种恶果。但是这种事情赖清德有没有做？在南铁东移的时候他就做了。那气概，国昌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不是一个市政府或者是郑文灿一手就可以完成的。那他做了怎么样一个动作？看起来就是直达天庭嘛，一条边一直上去。这个人这个行贿完之后，他马上进了总统府哦。他看了总统府之后，总统府帮他发了一个文，那时候一个文上面清清楚楚的，那时候总统府秘书长上面啊，吴钊燮，对，吴钊燮这个文下来之后给了谁？行政院那时候的秘书长上面啊。周荣泰这个也是清清楚楚的，然后这个文又一路到了内政部去，他讲的是说，从市政府桃园市政府把一个死案变成活案的时候，从总统府为什么一路可以到行政院到内政部，他就讲的这是一个重点。那事实上，包括郑文灿这个案子，为什么把它压7年？一个是桃园地检署那边的角色啊，检察长啊，是那时候法务部长啊，你看所以这个案子还会继续往上烧，不是只有郑文灿一个受压的，当初是谁压的？然后呢，包括总统府的总统秘书长的角色到行政院秘书长，大家没给聊。这时候的行政院秘书长叫做周荣泰，是现在的行政院长。内政部这些官员，包括多少永盖县公这些人都在。另外，我再讲一个跟土地也是有关系，国昌也一直在追的。以这郑文灿的藤崎定位牺牲啊，那时候有一个叫日维纺织的当属地搞个庄农前，2017年，他去观音区啊，金湖段被特定的农业区被多少面积啊，48253万坪，差不多4万倍啊！你看那个买的是特定的农业区，特定农业区的是平常都不能动的啦，农业区平常都比较不能动，特别是特定的农业区更不能动了哦。结果呢，他买完后没有多久，桃园市政府的2018年把他送到内政部去解编哦，2020年3月就完成了分期的这个变更就登记了，你看多神通百大。就刚刚凤姐在讲的，不是只有目前这个案子，它有太多的这个案子，就是很明显也是内政部的。然后这个董事长啊，还是郑文灿的大金主，也是民进党的大金主，这个可以查。所以每个案子都是一串，都是大肉粽啊，都是一串一串串起来。那我拉回来讲一下王一川这个事情。王羲之到现在，他没有跟我们交代那个他监控我们小草跟那个青鸟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啊。他刚刚讲说他报恩，董错的来，他是那个桃园航空城的当属地呢。桃园整个航空城的那个整个里面，他现在也是黑幕重重，现在是检调要查的哦。王一川现在不是你报恩的事情，另外一起属住啊，你也是被调查对象之一的。嘿，我想我们都不能只用猜的啦，就是说啊，什么事情事实是如此，我们就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你用想象的，就是说，你看这一次那个林世杰那个案子，那个火烧车烧掉了，那个查到了指纹，我们想说他一定有问题。结果后来检察官查一查，无保释放，因为证据不足。今天你要办人家可以，你证据充足。好，当然这个到底最后是是非非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妄下定论。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没有证据充足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你就是犯案人嘛，你就是贪污嘛，你不能这样子讲嘛。那其实对从化来讲或者是区段征收，你可以看到这几年，像我们高雄亚洲新湾区的发展，这一阵子很获得肯定，从城级市长到现在，台中也是一样，台中从胡志强那时候从化地之多啦可能全台之冠了那当然郑文灿这几年来，坦白讲，桃园的开发、桃园的发展
啊，尤其台北真这拥挤啊。事实上，桃园的政绩也是大家可以肯定的所以你就看我们认为，比如说你们认为说郑文灿没有政绩，那我们看来，郑文灿在这几年桃园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他自己有他的政通人和也好，有他的桃园开发也好，这个都是正面的。我们这一件事情，坦白讲，我也不敢肯定说他一定怎么样但是呢，从政绩来讲，我们从旁观者来讲，郑文灿的确是很获得民心你像那个桃园乡复兴区啦，复兴区基本上那几都是国民党的事实上在桃园郑文灿连任的时候，连那时候的区的区长，3个区的区长都站出来，现在的区长都民选的，连那个复兴区国民党的党部的主委都站出来支持郑文灿，而且他还说，他之前好像拿了27%啦，第一次选的时候拿27%，那时候国民党区党部的主委站出来说，郑文灿在这个地方要拿70%，那当然后来结果是拿2%啦，那我们从这些数据来看，跟从那个态度来讲。你没有做好，人家不肯定你，人家怎么愿意站出来？那都是国民党的区长、区党部主委都是国民党的，人家还是站出来好吧，这个朝中无人莫做官黄国昌的意思是说，一般老百姓能够这样有一条龙的服务吗？不可能嘛。那另外呢，这个说现在说7年2度迁节，突然又重办了，为什么？所以还有重要关系人还没有浮出台面。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出席活动说要打黑金枪毒诈，大家就问他说你这是不是指郑文灿？黑金那赖清德笑而不答。休息一下再回来。解严37周年，赖清德说你们不要用民主反民主。你们用民主反民主黄国昌说这是你对民进党委员的评价吗？用民主反民主。那赖清德说，大法官裁判，如果你们这些在野政党不服气的话，青鸟也不会出来。我真的很惊讶，赖清德讲这种话。对你是青鸟是你养的你叫青鸟飞出来就飞出来是护你的吗？怎么会讲这个话呢？对不对？你总统应该说。最多讲说，我相信大法官的解释，在野党还是不管任何政党还是要服从的等等，你漂亮话讲一讲嘛。而且在野党现在也没说他不服要怎样对不对？那你就是立刻就威胁说，青鸟就出来，到时候包围你在野党，包围你这个立法院，包围是怎样？怕？我不知道立委怕不？我若立我根本毫不怕，你包围就包围是这样，你把我打死你冲到国会里面来有什么了不起呢？你青鸟威胁谁呢？这蛮奇怪的，而且总统讲这个话很不恰当嘛，你讲这话干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身为释宪申请人之一，总统赖清德就先呼吁在野党应该服从大法官判定。你球队不认同的话，裁判是可以把总教练划出场。所以如果今天政党没有接受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会发生什么情况？青鸟会飞出来。言下之意是，在野党若不接受释宪结果，青鸟就会再度走上街头。民团则说，若在野党不接受释宪，随时做好上街头的准备。那嘉俊，基本上不要用民主反民主，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讽刺因为刚刚经历的这个国会改革，包括选罢法的这个整个过程大家都看到了民进党的这个所作所为是多么的用民主在反民主包括说软禁议事人员、抢夺议事人员的物品，包括说占领会议室等等，还有偷开那个我们委员会的门。这些都不是民主的作为。那包括说，我们讨论选罢法，包括有一些不要说国良，就说一些村里长因为这个罢免门槛过低而被罢免。我们其实希望的是地方自治的稳定，所以才希望可以讨论。那大家是可以公开去讨论的，这才是民主制度嘛。但是民进党根本不愿意讨论，而且也不让会议去进行有办法软禁议事人员，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情啊！我看那个高金昭伟，整个人气到都快疯掉了。那我们想要开会讨论，那民进党他不止提早去开门占领这个会议室他还自己觉得说自己很认真，上班早到啊，下班还加班，就是民主啊。那其实我觉得立法委员在会议室里面开会讨论，这才是民主。遇到不同的见解，大家僵持不下的时候，回归于数人头嘛。数人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才是民主。那赖清德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那比起之前的蔡英文总统，赖清德还担任过立法委员，他还担任过直辖市的首长，那他还担任过行政院的院长，所以他从中央到地方很多的这些职务他都担任过，所以他应该是比蔡英文可能有更高的这样子的民主素养，但是呢，他昨天讲出这一句话我也真的非常的讶异因为我们当然是要尊重元首，但不是特定人。我举一个例子，就从赖清德的这个就职演说，他就对立法院指指点点的。我觉得他对于总统跟这个党主席的角色有一点错乱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应该是说有一点混淆，对国家的体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孟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台湾的民主体制，如果说我们是用选举然后来决定权力分配的一个情况，因为那代表的民众他对于权力分配的一个想象的话，我们的权力跟我们的选票结构是完全不符合的。我们号称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但是现在除了立法院，它多数是在蓝跟白加总起来之后，多数是在蓝跟白你发现到说，行政院现在也是民进党的，然后监察院也是民进党，考试院也是民进党，司法院也是民进党。我现在这样念完，你就知道说，明明选票结构当中6:4，可是我们的五院结构是有多么的不平衡。而这个不平衡，它就产生了各式各样权力结构与我们民意高度的扭曲、高度的分歧的状况。那现在呢？我觉得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今天你当一个总统，你诉求团结，我希望能够争取那60%没有投票给我的人，我至少要让大家觉得我有心要为全民来做事。那你至少要跟在野党要有一个和平协商谈判的一个空间。到今天为止，从他当选到现在，从他上任到现在，他没有一天1个小时跟在野党对话，没有。他要不断的抹黑他无法掌控的立法院，而且用4个院的力量，行政院，然后考试院、监察院以及这个司法院，这是一个多么扭曲的现象？这叫民主吗？这叫服从多数吗？这叫做尊重多数民意吗？今天我觉得我不客气的说，最可恶的一件事情是号召民众上街头来包围立法院，这更可恶。就你要知道，你有40%的选票，其他政党加总起来是60%的选票。今天在野党不要这个社会乱，所以也不去号召民众上街头。可是你今天作为执政党，你去号召民众上街头，让街头越乱越好。我就很想问，谁想要一个稳定的台湾？谁想要一个和平的台湾？谁又在制造一个分裂的台湾？今天如果是民主，那就尊重多数民意。你不尊重多数民意也就罢了，你要用你的少数民意，然后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就表示说我很技巧啊，我很灵活啊，然后我很这个钻漏洞啊，怎么样？你拿我没办法啊，用各式各样钻漏洞的方式，然后来制造分裂的情况，台湾会好吗？你作为一个总统，我问你，台湾会好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到基隆参拜参香了合体童子委议长现在童子委被认为是罢谢国良的大将那另外呢，他送了一个匾，叫做安海福民去还愿。他说我舅舅要我送匾来，他舅舅
快100岁了呢，看不出来哦。童子他们跟我讲97、98岁，身体蛮好的。对，身体很好哈。那另外呢，这个现在要罢免谢国良，被认为是恶霸啊，恶霸一语双关，恶霸要恶霸啊。林友昌他说，民进党从头到尾没介入，这个大家就觉得很奇怪的。那你就是民进党秘书长啊，那你在这边每天坐在基隆，哦，本来人家搞了几十天，联署才2万5，你们一来联署到了什么4万5万，都没介入哦，这很奇怪。那你是算什么呢？哦，你不是民进党秘书长吗？哦，童子伟说要这个中选会呢指导也很正常哦，那这个扁的接扁也非常单纯啊，赖清德到基隆也很单纯啊，说呢党部没有讨论啊，要罢免谢国良这个事情啊，有很多事不一定要讨论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到底怎么认定个联署了？中央地方不同调，第一个中央说希望30天，地方说30天太短了，过40天。另外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哦有争议哦，那就要去函问他说，你是不是真的是要同意罢免谢国良？你是联署人？那这个人如果没有回函，中央说那就算是是了。没回函，就他没有回函说我不是，就算是是了。哦，那基隆就说他没回函，你怎么讲就是呢？他可能不是啊。中选会说没有回复，不可以剔除他，哦，不可以剔除他，太过分。那谢国良需要选民到时候投不同意票，哦，他们现在就打热战了啊，不是冷，开始都冷嘛，所以希望反对票冲到7万6，哦，正面反击了，哦，那国民党也说了哈，说谢国良很倒霉，很冤枉，他那个选罢法修正跟他根本没有关系，他们说为了他，其实根本不是为了他，我们看一下。谢谢。民进党要罢免谢国良，不同意。基隆市长谢国良一到会场，支持者加油声声喊，有穿战斗机 T， 还有自制不同意罢免衣，党中央也来出一份力。民进党如果请全党之力，甚至动用国家的机器，你认为他要投出76000票的同意票，有困难吗？没有。我认为机会很大，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不同意的票吹出来，对不对？对。喊得激昂，毕竟总统赖清德同天也在附近尬场，这场罢免对决早已升高到政党。赖总统上任后是第一次到基隆跟到庆安宫来致赠匾额，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做臆测，请大家一定要投票投不同意。有没有出力？这话尽在不言中。前一天特别宴请党公职，感谢替罢免案发声，但没邀立委，或许也是为了避嫌。选罢法逕付2读，被批是替拆梁护航，根本来不及。这种基本上就是当面撒谎、当面造谣，根本来不及。这时间序根本就不对。民进党多点开战，党中央也认为根本是替郑文灿涉贪案转移焦点，转移刚刚你讲的郑文灿的这件事的焦点，我相信也是在当做一个遮羞布。现场也深陷罢免战的新北立委叶元之同样到场帮赞虾，看来罢免已遍布全党，总不能让基隆自己扛，好吧？基隆到底怎样？来，我听到的状况，他们说民进党很关键呢，挑战蛮大。我觉得谢国良有蛮危险的，因为你看那个仇恨的动员一波一波的跟上来。我上次不是讲到吗？就是连我们的干部就是说搭个公车下来，不是在基隆联署，连在台北都有。然后最近这半个月一直在往上升。你看有哪一个地方的一个罢免案，总统带头去，中央这个中选会的主委带头去，他现在标准跟你又是不一样的，一直在加温。所以我认为现在谢国良来讲是处在比较不利的这个状况。他如果他的不同意票没办法冲到7万6，因为民进党这边也是仇恨动员嘛，看起来他是危险的。现在国民党可能也然后讲要把这个谢国良自己的政绩要凸显出来，然后国民党要能够把这个强烈这个动员，要不然来讲真的是危险的哈。那我现在我要特别提一个点哈。当家不闹事，但民主是数人头，不是砍人头。我现在比较难过的是，民进党真的对于不是只有对立法院
要摧毁立法院，整个台湾人那种善良的一面几乎是要被摧毁了。你现在看起来有没有感觉？就从2月多开始，你看发现现在人与人的对立非常的严重。那民进党，我是感觉好像什么，好像在搞文化大革命一样，一直在挑逗那种人性的那种最基本面。这几天有发生一个大事情了哈，大家想一下哦，从立法院开始在国会改革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先打警察，对不对？推周万来72岁的这个秘书长，后来他们做什么事情？选罢法这个修正，他们搞什么？像小偷一样，4点多可以去开门，然后把你整个那个会场把你占住。还可以软禁那个议事人员。我讲个内幕很重要，立法院最近有很多重要的，特别是像主秘或者是高阶的那个公务员，都申请要退休了。不要干了，因为不被你尊重嘛。他本来一辈子在立法院做得好好的，能够当到一个高阶的主管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现在被民进党这样子搞，你看你要开会，你那些议事人员怎么做？各个委员会很多那种高层的主管，像一个头2个大啊。你当家不闹事，你就结果搞成这样子，然后到最近他们做什么事情？最近开始对在野党，特别是对台湾民众党开始抹红。上礼拜发生一个事情非常离谱，我们台湾民众党提了个新住民的基本法，这是照顾新住民的啊。你赖清德你在选举前1月份的时候还跑去办了一个什么新住民在这里的活动，说你要认同台湾的就是这个土地的主人。这个对于我们民众党提出来的新住民的基本法。一路的杯葛，从委员会的时候杯葛到朝野协商，连名字都说你不准要用这个名字，要改名字。那我们说要求要比照，你要照顾原住民一个委员会嘛，对不对？然后呢，他本身在这个原住民委员会、客家一个委员会嘛，对不对？我们要求比照啊。现在新住民在台湾也超过60多万人呢，如果把家人全部照顾，已经上百万人了，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他？你自己赖清德之前这样啊，结果一路打压，不让你用基本法这个名称。连位阶都不让你用委员会，要降到司，要降1级。后来更严重了，我们朝野协商的时候，5光5球，对不对？出来以后，马上就开始贴文了，说什么我们台湾民众党里面的是什么偷渡什么中国新住民的什么身份证的这个法言，跟中国是帮中国人是偷渡福利的，然后开始抹黑我们的麦义珍，说跟什么统促党呢，跟中国大陆有什么样的关系？气到我们今天早上开了记者会，我就直接讲了，民进党现在是什么不止搞斗争，在搞文化大革命。你选前要人家的票，你讲的多好听，只要认同台湾的就是土地的这个主人。赖清德，这是你嘴巴讲出来的。你现在的立法委员，不管是吴思瑶，不管是苏巧慧，出来抹红台湾民众党，出来抹黑麦义珍，你不出来制止吗？还是你是鼓励这样的作为吗？你选前这样子先骗票，骗完票之后一直在制造，你是心里是什么？看不起新住民，看不起陆配吗？我们绝对没有骗票哈。新住民权益保障法，我们本来也希望说新住民的权益需要保障。08年那个案子都没有，我们提出来，你们又没关系，还打压我们的案子。你讲完了，换我讲嘛。新住民权益保障法就是我们要保障新住民的权益啊。你们提出来的新住民基本法啊。那个其实是包括你，比如说包括陆配，包括新住民。如果要一样，就全部都一样；如果要不一样，就全部就是有不一样，就是分别嘛。你今天原住民嘛，不是原住民，大陆新娘，当然是大陆的新住民跟那个一般的新住民，他们权利是不一样的。你看大陆的新住民，他们连家人、父母亲直系血亲可以来台湾用健保，其他的东南亚的新住民可以吗？不行。所以你要一样就通通一样。如果民众党希望说全部都一样，我赞成。但是你不要说那一边不一样保留，这边要让它一样拉过来，你这样就是双重标准嘛。所以没关系，新住民的基本法，我们都已经讲台湾派我举一句话就好了。我们根本没有提到什么陆配的那个身份证的问题。这句话什么？针对不同国籍或地区的新住民，行政措施一律。这个有讲到身份证3个字，你两个眼睛看到有身份证3个字，那个东西基本法，你民进党自己的案子里面才有，民众党的我们就是保障我们新住民权利保障法，就保障新住民，我们写得很清楚。你写这个很模糊，模糊就是涵盖就有可能包括我讲的新住民跟东南亚的、跟中国的、大陆的就是不一样。你要么就统统一样，我也赞成。你们民众党如果也这样子赞成，那我们来谈 ，OK？ 好。那这个部分是这一部分，我们也做一个澄清了哈。好，那就是说，针对谢国良，坦白讲，我是觉得他是真的有点危险。那个罢免，我算是经历最多的了哈。
就是我们高雄有罢韩，我们凤山有罢检啊，那包括陈柏惟的时候啊，那包括现在的谢国良。事实上，你说民进党有没有参与？民进党的支持者一定有人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那个你说每个党都会有人参与，那很正常。陈柏惟罢免的时候，不是整个国民党倾巢而出吗？不是一样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切的卖就北了哈，大家都很认真的去面对现实的问题。啊，那当然谢国良，其实我也建议他，就是说他可能也的确是要热战的，冷战我在判断他一定会输了。热战虽然危险性很高，但是他可能也只能这样热战。因为他在基隆选的时候，这些政见到现在的这些变化，包括他在基隆最近这些，包括 NET 之间这一些事情，的确有不同的争议嘛所以他如果他热战有一点点机会，看能不能保得住了。那冷战是一定会输啊。如果这一次罢谢国良是有正当性，民进党绝对会说是我们主导的。就是因为没有正当性，他们连说是他们主导的都不敢。不是啊，这民意大于民进党的意啊。林士杰被枪击，11枪，外传枪手已经被灭口了。所以警方说，为了枪手你自己的安全，早日来投案吧。那另外呢，他的左右手叫做阿川被逮，但是逮了也没用因为呢，说这个阿川在外面呢，大概太嚣张了牵扯到这个林士杰，但是好像跟命案好像也没关系那阿川被列为关系人是因为他到处拉仇恨值，所以连累了他大哥。这个阿川那另外呢，这个口罩男这个锁定一名口罩男，姓张本来说这个每次他会觉得说要破了，弄了半天也没有说是烟雾弹，说恐怕是为了掩护真枪手逃亡，只是一个烟雾弹。然后今天又抓了一个女的，说这个女的是权力车的买家，然后买车又没有见面，说用拖吊车把他拖去就交车了，这样所以很奇怪，买卖没有见面了所以呢没有见面用拖吊车取车也很诡异也很诡异那今天又传了一个安平的一个民宅呢，子弹卡在天花板，不过警察说跟林士杰是无关的，这是另外一个案子另外一个案子。那台南市警察局长明天要退了说由林国清来接任警察新的局长是警政委员林国清好吧，说呢这个林士杰本来是一个安平的高桃，结果呢因为靠行民进党，所以慢慢也做善事什么就漂白了。好，我们看一下。警方大阵仗攻坚逮捕的口罩男张姓男子，经过检方复讯后，已尚无明确证据，讯后请回，但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去年车子的确就转手，那我们只是说因为口罩在车内那放了1年将近应该有1年，那这个基证的部分还会留存，所以我们会持怀疑的态度，还是要把它查证清楚。追查林士杰枪击案，警方在疑似凶嫌逃亡的第2辆权力车上找到了可疑的口罩，因此锁定张姓男子逮捕。但他说自己的确曾搭过这辆车，但这车早在去年就转手给熟识的朋友了。他跟爸爸频频喊冤，不仅身形与枪手不同，如果真是枪手，怎么可能犯了案之后还回来上班呢？警方调查，这权力车的车主已逃往国外。车主他不在国内，根据我们调查，他本身是已经是通缉。追查3部逃亡用的车辆触礁，警方逮捕林士杰10分倚重的左右手林玉川，绰号阿川的他，因为组织犯罪得执行4年多，正被通缉中。警方怀疑他是否在外惹事，打着老大的旗号，间接害死了老大，这无意把侦办方向导向黑吃黑，并不排除可能性啦。枪手是不是已经被这个道上的兄弟处理掉了？真的枪手有听到的话那真的希望为了你的安全希望你能够尽速的来投案。带风向倒为黑吃黑，
是要撇清事件与庞大光电利益有关，还是想松懈凶嫌警戒？枪击案第7天，案情现焦灼，警方甚至大声喊话，要枪手出面投案。龙杰兄，我们的看团过来去哈，看团这看团，嘿，这枪手在哪里啊？不要忘了，去年的3月14日，我们的赖总统回到台南的时候，他讲什么？外界现在说我们民进党就是黑金，对，好，然后为什么他要市长、委员跟议员跟台南市民道歉？然后为什么他把败选定调是黑金跟论文？我说过，我说我在台南市听到那么多，各位不要忘了，赖总统听到的比我更多。他甚至要组阁的时候是直接打给阁员，他的很多人都还在台南市政府任职啊。如果不是黄伟哲把他逼康，说怎么总统来要谁要谁，应该我请卓荣泰组阁，应该是请你去找他才对啊。他不是，他就是直接操控。直接联络，然后我太理解他了。我说这好啊，因为过去他在台南，我对他所用的用人啊，任何一个我都从来不背锅。可是所有你用的人出了问题，就是你的责任，这很合理嘛，对不对？你当总统，你愿意站到第一线，也很合理。所以当他在台南市，为什么去年呢？大概3年前，应该是3年前，他就告诫他身边的立法委员，光电不要碰。所以为什么他会办？我为什么一直认为他会办嘛？就是他告诫他身边的人，光电不要碰。那就表示这光电是很复杂，有各派系的人在碰，而且利益太大了。我跟大家报告，那个利益不是几十亿、几百亿。是几千亿啊！我们台南市22个县市，我们台南市所有光电面积占了40%，所以我那一天跟经济部长讲，你不要被柯建铭请去找一顿饭，思想改造，你回来就改变了。赖清德要你出来当部长，就是要你去打破他的神主牌，结果你又回到拥抱神主牌，那我就找王美花就好，我为什么要找你？一个人才你就这样浪费掉了。我说你有没有回屏东去看一看？他说有。我说你屏东现在这个光电已经快要迎头赶上我们台南了，你知道吗？所以整个88枪发生的时候，赖清德你不清楚吗？你很清楚啊。可是你身边人一直要把他推给王文忠，推给说他王文忠跟国民党关系很好。你在1分40秒的演讲里面讲了8次文忠兄，文忠兄，文忠兄很好啊，为我们学甲思慕仪多么努力，你忘了吗？那我去拜访他3次啊，哦，你就说王文忠跟李全教第一好，我一刁你，你就说那跟谢龙介是第2好，你怎么变这样呢？法院一审判了88枪判了，有法官写得很清楚，有幕后直属人，但不是王文忠。像幕后指使人，你们不查，你们不查有人指使好，那隔了一段时间又开了10枪，有没有？那开了10枪，那个去问啊，记者问啊，你现在亏10枪？他说没有，因为这个工程比较小，工程比较就那个土方的工程，为了地方为了争那个，你看他太阳能板那个基桩要打了以后。挖上了那个土方而已耶，安尼得当亏10枪，那再来一直到林世杰被枪杀，你说台南没有乱吗？你还好意思讲你治安第1名？我听到我自己做台南人，我起来才讲这部我会做闹鬼，我嘛感觉做歹势啊。那你要真的办嘛，你嘛出一支嘴嘛，然后你去搞罢免。我跟你讲，当时你234天没有到议会，我就应该发动罢免你了。我们不按那走的功，那你不是拿着民主在反民主吗？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对赖清德有所期待？因为从他在永华路发生的那跟3个人年轻朋友被殴打他以后，我要再慎重讲一次，你不要讲说你选择原谅，你到高院你出庭的时候怎么讲？
你说你那么辛苦，他们对你下这么重的重手，你要求法官重判，你什么时候选择原谅？你讲的拢甲做的拢无讲，你敢知影？那我们对你的期待，你的人都不是安内啊，就好。那你现在说要办嘛？你能不办吗？我跟你讲，整个台南市这些牵扯下来的光电谁在弄？重点还不是这些都不是钱的问题。真正的钱是第一手人家赚。我跟你讲，这土地我跟你买2亿啊，我跟地主买2亿啊，10公顷啊。农地买卖是不用税、不用缴税的。105年以后持有才有2税合约，几乎全部都是105年以前的。他实价登录6亿，所以为什么金融一路开绿灯，他可以借4亿5千万？你成本只有2亿，就等于一般下来的中2-3亿的手啊。所以起诉那个公司为什么资本额10万，4年以后会变成4亿资本额？我们的钱就是这样被搬走了。我问法务部长，他说分案。我公开这清楚啊，怎么可能没有官商勾结？了解。基本上我这里简单的一个这个 chart。就是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公布了有一个6都黑金网络讨论的声量，台南的治安问题已经让其他5个都市都看不到车尾灯了。你看大家这样